都知道，无论是神佛，它都是具有分身的。地藏经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百千万亿身度百千万亿人。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类似于菩萨这个级别的众生，他能够分化出无量的分身去度无量的众生。可见呢，分身会让我们的办事效率非常的高效。这个呢，我们就统称为分身无限。那本尊和分身之间有什么不同？分身和分身之间又有什么不同？那至少要修炼到什么样的级别才能凝练出分身？大家好，我是 Besson， 我们就着重来聊一聊分身这个话题。那要解释这些东西之前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叫做灵魂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所有的分身它都是基于这个人的灵魂，从1到2，又从2到3，然后才是这个分身无限。我们呢可以把灵魂想象成是一个能量体，或者呢它是一碗水。那么分身呢，就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个能量体上面分出一部分能量，又或者讲呢，从这碗水里面分出一滴水出去，形成你的一个分身。这个你分出去的，这个还是你，但是呢它又有和你独立的这个意志。也就是说你和分身之间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两个人了。但是分身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学习到的新东西，认知到的新事物，它会随时同步到这个本尊上面。那至于说本尊愿不愿意同步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思想给分身，这个呢就完全取决于本尊的这个意志。好，我们再看观音菩萨他有32个化身，再加上呢一个本尊，共同组成了这个观音法相。这个呢你不要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在翻任何一篇经典的时候，这种消息是不可能让你翻到的。你只有拥有一些特殊的缘分，或者说你是圈内的人，你才能明白。但如果你不是圈内的人，那你很多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再回过头来讲这32个法相，每一个法相呢就相当于一个比主神的这个级别要大得多。你比如说它一个法相那个能量的级别，那可能就要比玉皇大帝它都要大。并且呢这32个法相它既有男也有女。你看我们这个世界观音菩萨基本上都是女相那么我们就这个世界就肯定和这个女相的这个观音缘分呢特别的这个深。然后呢这32个法相他们也可以进行分裂，也可以进行这个分身，他们的能量呢都足够的大。那比如说你请一个观音像，那么你只要在足够虔诚的情况下，那么就可能有一个观音的这个小分灵、小分身直接进入这个你所请的那个观音像里面。但是一个分身和本尊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能量上的差异，更有维度上的这个差异。你比如说本尊的观音呢，它在佛界的至高位面，并且呢它还是西方佛界一半区域的这个管理人。那么在佛界的那个本尊，它所下面能够调动的这个资源那就大很多了。比如说你需要某一个佛陀帮你，某一个罗汉帮你，那么观音都是能够调得动的。而如果只是一个你家请的那一个法相观音那个能够帮你的那个限度那就差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那我就以弥勒佛祖圣诞日那一天，一场弥勒佛
到场的这个疗愈为例。注意哦，这一天是我们有这个资源请到本尊的弥勒佛到场。当时呢，我有一个学生，他的妈妈呢是这个癌症，他的母亲呢有这个颅内的转移瘤和肺癌的这个症状，并且呢他的寿元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好在他和这个弥勒佛还有不错的缘分，他就清晰的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手按在了他的这个肺上，结果呢再次去复查的时候，他的那个肿瘤就缩小了。在此之前呢，虽然他已经化疗了2次，基本上是半夜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但是疗愈过后，这些副作用通通都消失了。这个就是本尊的这个力量，效果呢可以讲是立竿见影但是我们看着看着虽然神奇，但实际上背后他所需要调度的这个资源，需要帮这个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因为这一方面福报不够了？他还是背后有这个冤亲债主的干扰，还是说有其他的因果业力？这些点你必须每一个都要去解决，那所需要调配的资源就会要非常非常多。而如果请回来的一尊神像的那个观音，或者来讲神像里面的佛祖虽然他们能力呢也比较大，但是和本尊去比那就差太多了。你想通过1次2次就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个是几乎不可能的。尤其像这种业主级别有管理权限的这个神或者是佛，你比如说像这个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弥勒佛祖这些都是拥有非常多权限的这个佛菩萨，那他们就能够去调动周边的这个资源去帮助到一个人，而分身掌握的资源极其有限。当然大一点的分身呢可能稍微掌握的多一些，那小一点的分身呢那就掌握的就比较小了。所以以后只要是谁跟你讲这个佛祖菩萨或者某个诸神他的本尊和这个分身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人呢要么就不懂行，要么处于认知的这个级别他就比较的这个低。因为这个人呢他都是要有这个认知，你看到了什么来决定的。我今天能讲出这些东西来，那是我曾经都看到过，而绝大多数人他们认为本尊能力和分身差不多求的都是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只局限于本层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界面，就包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佛经上面它不曾叙述的这个东西，有很神奇的存在，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缘所去接触到的，而被默认这个东西它不存在。那我们再讲一个超出所有人认知的一个事，就是如果你向观音去求子，那么你是选择我就在一座寺庙去求这个观音，还是说我非常的虔诚，我在我已知所有附近的这个寺庙内去求观音？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到很多的寺庙去求观音，然而这样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滑胎。为什么呢？因为你每求一个寺庙，那个观音他看到了，只要你和他有这个缘分那么他一定会帮你去拉这个善缘来给你们这个孩子，对吧？然而所有的分身之间他们都是不通气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求了10家的这个观音，那么这10个观音可能都给你去拉缘分，拉来10个魂体，然而一个灵魂它只能够融入一个肉体，那造成的最后结果就是这10个灵魂都会跑到你们家这个孩子这里相互的打架，因为都要争夺这个什么肉身。
哎，你也是领着观音的命令，我也是领着观音的命令，对吧？那我才是都认为自己是正统，最后抢来抢去，这个孩子就很有可能因为法界的这个因素而导致滑胎。你求钱财 OK 没问题，但你如果是求子，正确的求法是一定要只在一家去求，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大问题。因为我们这边就有相应的客户曾经出过这样的事情，他很虔诚，所以说观音确实帮他，每一个观音都帮他，最后还是导致了这个孩子没留得住，没保得住。你像这个事情，那你如果不是圈内的人，那你恐怕就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往往是越求越出事儿，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堆好心的观音办了一件坏事儿。所以这求也是一门学问。那么要到什么样的级别才可能凝练出分身呢？通过我们目前的这个观测啊，至少要到达星君这个，而且呢还要是比较大的星君。那小一点的星君啊，还不能够去凝练这个分身，因为啊，我们之前就说过，分身的本质呢，在一份能量上面，分一块这个下来。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能量啊，它不够让你去分，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很难进行这个分裂。你比如说像这个文曲星君啊，它就能够去分。那如果你能做到像某个神国的这个国主或者是继承人啊，也就是说能够达到这个帝君的这个层次，那这个时候能量就会非常大了。那你能够去分出来的这个分身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能够迈入这个菩萨呢，那就会更加的了不得啊，因为能量啊在逐渐的增大。这个时候呢，你想你练出这个大分身也好，小分身也好，这个就会非常的这个自然。你像呢，白娘子她也算是观世音菩萨的一分身啊，它具体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小手指，你也可以理解为呢，它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脏号。因为啊，在观世音菩萨去度化世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去沾染一些因果。那么这些因果呢，他又必须去显化。你如果让他在这个佛界去显化啊，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参界动荡，对吧？世界危机。那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一部分因果啊给它切下来，对吧？让它到更低位面去进行这个显化，这样呢，它所能造成的这个破坏啊，也是极其有限的。你像白娘子，她修炼1800多年。对吧？就能够做到水漫金山。你如果按照我们的这种认知呢，一个仙家，你别说修行1800年了，我们就说让他修行个18000年，也没有那么大本事。那玩意儿说淹就淹，并且呢，他犯了那么大的错，关在雷峰塔下面，还有吃有喝，还没有被打了个魂飞魄散。这个呢，也是因为观音菩萨在给他后面在那里擦屁股。并且你看啊，都是两个佛界的人在那相互在那掐架，这个呢就叫做脏号分身。